我爹被自己选中的女婿打了脸，说我满身铜锈，并非他的良配。我爹气得直叹气。爹，他不是瞧不上我，是瞧不上我们家的钱。赵叔放个话出去，就说我要招婿，就一个要求，得贪财。这世上总有不那么清高的。3天后，赵管家领着一个人站在了我面前，那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色布衣，身形清瘦，却站得笔直。他微微垂着头，让我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能看到一截干净的过分的脖梗。小姐，这位是张公子来应征的。赵管家说的有些艰难，我抬了抬眼皮，有些不耐烦，抬起头来。他闻言缓缓抬头，我手里的账本差点没拿稳。我自问见过不少人物，商场上的、官场上的，俊俏的、儒雅的，但没有一张脸能像眼前这张一样，让我瞬间失语。我压下心头那点莫名的悸动，恢复了商人的本色。开门见山，为何而来？他看着我，目光平静，吐字清晰。在下贪财，想吃软饭。满是寂静，连身经百战的赵管家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我却笑了。这些天来的人里，有说仰慕我才情的，有钦佩我陈家风的，甚至有对我一见钟情非我不娶的。他是第一个把贪财2个字如此直白地摆在台面上的人。吃软饭，我饶有兴致地重复了一遍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。他点头，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样子。入赘陈家，以小姐为尊，往后衣食住行皆仰仗小姐。说得好。我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，比他矮了半个头，气势却丝毫不输。可我陈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凭什么让你吃这个软饭？他黑沉的眸子终于起了一丝波澜，他看着我，声音比刚才低了几分。小姐想让我做什么？我要你当一个完美的相公。我伸出一根手指，对外你要维护我陈家的颜面，对内你要孝顺我爹，让他安享晚年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我凑近他，几乎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皂角香气，一字一顿地道：安分守己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碰的别碰，我们是交易，不是夫妻。他沉默了片刻，长长的睫毛垂下，遮住了眼底的情绪。可以，很好。我退后一步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早已拟好的契约和一沓银票。这是1000两，签了它，你就是我陈家的人了。这1000两算是你的卖身钱，随你处置，往后你的月钱另算。他看了一眼那沓厚厚的银票，又看了一眼那份契约，最后目光落回到我脸上。他拿起笔，在契约末尾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张帆，字迹风骨峭拔，力透纸背。我爹知道我选了个坦诚的穷酸秀才时，气得差点把手里的紫砂壶给砸了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他指着我。那钱青书再不济也是个举人，前途无量。你为了赌一口气，找了这么个不明不白的人，他的底细你查清了吗？他图什么你不知道吗？图我们的钱。我坐在他对面，慢条斯理地给他续上一杯茶。爹图钱，总比图了钱还要立牌坊的好。一个虚伪的君子，一个坦诚的小人，我选后者。再说，我笑了笑，一份契约绑着1000两银子买断，他要是敢不安分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你女儿做生意什么时候亏过？我爹被我噎得说不出话，最后只能长叹一声，摆摆手道：罢了罢了，随你吧。只是这婚礼3天后就办。我斩钉截铁，我要让全金陵的人都看看，我陈圆圆不是非他钱青书不可。婚礼办得仓促，却依旧是金陵里最顶级的排场。我陈家不缺钱，缺的是一口气。我穿着繁复的嫁衣，看着镜中面若桃花的自己，心里却是一片冰冷的清明。拜堂时，我爹的脸色依旧不大好看，但当张帆规规矩矩地跪下给他磕头，口称岳父大人时，他的脸色还是缓和了几分。张帆今日也换上了一身红色喜服，衬得他原本就白皙的皮肤近乎透明，俊美的五官在摇曳的红烛光影下，竟生出几分不真实的妖冶。他全程表现得无可挑剔，不多话，不抢风头，只是安静地站在我身边，像一尊完美的玉雕。直到那个不速之客的出现，钱青书来了，他穿着一身素净的如衫，手里摇着折扇，一脸痛心疾首地站在宴会厅中央，仿佛我是那个负心薄幸之人。圆圆，你怎能如此自甘堕落？他高声道，引得满堂宾客侧目。我不过是说了几句实话，你便如此赌气，找了这么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白丁来羞辱我，羞辱你自己吗？我气得发笑，正要开口，身边的张帆却嫌我一步动了，他轻轻按住我的手，上前一步，将我护在身后。他看着钱青书，明明比对方清瘦，气场却丝毫不弱。他微微一笑，笑容却不达眼底，带着一丝凉意。这位想必就是前举人吧？他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大厅。在下张帆，圆圆的夫君。夫君2个字，他咬得格外重。钱青书脸色一白，冷笑道：一个靠女人裙带上位的赘婿，也配与我说话？张帆挑了挑眉，非但没生气，反而笑意更深。前举人此言差矣，圆圆乃陈家独女，未来要继承万贯家业，她若外嫁，这偌大的家产岂不便宜了外人？她招婿入赘，是为了守住家业，光耀门楣，此乃大孝与大志。前举人读圣贤书，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吗？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钱青书那张涨成猪肝色的脸，继续道：至于在下能得圆圆亲眼入赘陈家，是我的福分，我心甘情愿辅佐他，为他分忧，让他能安心经营，这叫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不像某些人嘴上说着清高，心里却惦记着别人的家产，想空手套白狼，得不到便恼羞成怒，跑来大放厥词，真是丢尽了读书人的脸。一番话说的是
滴水不漏，字字诛心。满堂宾客看钱青书的眼神都变了，从看热闹变成了鄙夷。钱青书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张帆：“你这个伶牙俐齿的小人，过奖。”张帆微微颔首，拉着我的手，对我温柔一笑：“娘子，我们去给爹敬酒吧，莫要让闲杂人等扰了兴致。”那一声娘子叫得我心间一颤。见钱青书在众人指指点点中灰溜溜的离开，我爹第一次用赞许的目光看了张帆一眼。我看着身旁这个看似温顺无害，实则口舌如刀的男人，第一次觉得这1000两银子花的或许有点值。洞房花烛夜，我遣散了所有下人，自己卸下了沉重的凤冠。张帆安静地坐在桌边，并没有靠近。屋子里静的只剩下烛火燃烧的噼啪声。今天谢谢你，我率先打破沉默。分内之事，他回答得很快，仿佛早就演练过一般。契约第1条，维护陈家颜面。我被他这公事公办的态度逗笑了。你倒是记得清楚。我走到他面前，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也给他倒了一杯，递过去。不管怎么说，今天你表现得很好，这杯算我敬你的。他接过酒杯，却没有喝，只是看着我。那今晚的服务小姐可还满意？他的眼睛在烛光下亮得惊人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戏谑。我一愣，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我们的契约里并没有涉及到夫妻义务这一条。我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辛辣的液体划过喉咙，带来一丝灼热。非常满意。我看着他，勾了勾唇。不过今晚的任务已经结束了，张公子，你的房间在西厢，请自便吧。他眼中的光亮暗淡了一瞬，但随即又恢复了平静。是，小姐。他站起身，对我行了一礼，转身走出了房间，没有一丝留恋。看着他笔直的背影消失在门外，我捏着空酒杯，心里莫名的有些空落落的。但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？一场清清楚楚的交易，银货两讫，互不相欠。婚后的日子出乎意料的平静。张帆简直是一个完美的雇员，他将赘婿这个角色扮演的尽善尽美。每天清晨，他会比我爹起得还早，陪我爹打一套养生拳，再陪他用早膳，三言两语总能把我那脾气古怪的爹哄得眉开眼笑。府里的下人，他只用了3天时间，就记住了所有人的名字和职责，把内宅管理得井井有条，效率比之前的管事高了不止1倍。而对我，他更是体贴到了极致，却又守着一条清晰的界限。我处理公务晚了，他会默默地端来一碗热腾腾的莲子羹，放在我手边，然后悄无声息地退出去。我随口说一句哪家的点心好吃，第2天那家的点心一定会出现在我的茶桌上。我们白天是相敬如宾的夫妻，晚上是住在主屋和西厢的邻居，这种相处模式让我很舒服，但偶尔又会让我感到一丝烦躁。这天，我正在核对一批从苏杭运来的丝绸账目，赵管家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。小姐，不好了！钱青书的侄子带了一帮人堵在咱们城东那间铺子门口，说那铺子是钱家的，让我们立刻腾地方。我皱起眉，城东那间铺子确实是我当初打算送给钱青书的聘礼之一，房契都准备好了。他拒婚后，我自然就收了回来。他有什么证据说是他家的？他说您当初亲口答应的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赵管家气得脸都红了，我把账本一合，备车我亲自去看看。我到的时候，铺子门口已经围了一圈人，一个吊梢眼的年轻人，长得跟钱青书有3分像，正带着几个地痞流氓在门口叫嚣。陈老板，你可算来了。那年轻人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我叔叔说了，这铺子是你当初许给他的，你们陈家家大业大，不会连这点承诺都不认账吧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钱公子，当初我确实有这个意向，但前提是你叔叔得娶我。现在他既然觉得我满身铜锈，配不上他，这聘礼自然也就作废了。白纸黑字的婚书都没有，你凭一句空口白牙就想来占我陈家的产业，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？”我不管，反正我叔叔说了，这铺子就是我们的。年轻人开始耍无赖。今天你们要是不把房契交出来，我们就住这不走了。说着，他就要带人往铺子里闯。我身边的护卫立刻上前拦住，双方顿时推搡起来。就在场面即将失控时，一道清冷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：“住手！”是张帆，他不知什么时候来的，依旧是一身简单的布衣，却像一道屏障，稳稳地挡在了我身前。他看都没看那个年轻人，而是径直走到那几个地痞面前，目光平静地扫过他们。各位是拿钱办事？那几个地痞被他看得心里发毛，领头的那个硬着头皮道：“关你屁事，小白脸滚一边去。”张帆笑了笑，那笑容里带着一丝危险的气息。他轻声道：“我怕你们滚不了。”话音未落，我甚至没看清他的动作，只听到几声闷哼和骨头错位的咔嚓声，那几个地痞就已经东倒西歪的躺在了地上。那个钱家侄子吓傻了，指着张帆结结巴巴地道：“你敢打人，我要去报官。”张帆慢条斯理地掸了掸衣袖上不存在的灰尘，走到他面前，弯下腰捡起地上的一块碎瓷片，他把瓷片在那年轻人脸上轻轻拍了拍。好啊，你去告诉关老爷，说你带人强闯民宅，被户主正当防卫打伤了。你猜关老爷是会抓我，还是会把你下大狱？年轻人脸都白了，冷汗涔涔而下。还有，张帆直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回去告诉你那个好叔叔，下一次断的就不是这几个混混的胳膊腿了。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狠厉。年轻人屁滚尿流地带着人跑了，围观的人群爆发出了一阵叫好声。我站在原地，怔怔地看着张帆的背影。他转过身看到我，脸上的狠厉瞬间消散，又变回了那个乖顺的模样。他走到我面前，甚至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伸出手掌心向上，像个讨要糖果的孩子。娘子，他小声说：“你看，我今天又替你解决了一个大麻烦，这个月的月钱能多给点奖金吗？”看着他那张写满了我爱钱的俊脸，再回想他刚才那干净利落的身手和
狠辣的眼神，忽然觉得这个男人像一团迷雾，我看不透他。自那日之后，我开始有意无意地观察张帆，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行为举止变得更加本分了。除了每日请安和必要的事务汇报，他几乎都待在西厢房里读书写字，从不主动出现在我面前，仿佛那天的狠厉只是我的错觉，他依旧是那个温顺无害、一心向前的张帆。直到半个月后，我因为连日劳累，我整个人都烧得迷迷糊糊，躺在床上动弹不得。府里的大夫来看过，开了药，丫鬟小桃在一旁伺候着，可我总觉得浑身难受，怎么都不舒服。睡梦中，我感觉有一只冰凉的手附在了我的额头上，那凉意驱散了些许灼热，让我舒服的喟叹了一声。我费力的睁开眼，朦胧的视线里看到一张熟悉的脸，张帆坐在我的床边，眉心紧蹙，正用一块湿布巾小心翼翼地给我擦拭额头。他的动作很轻，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担忧和焦急。谁？我沙哑地开口，他立刻回过神，倒了一杯温水，又小心地扶起我，将水杯凑到我唇边。我喝了几口，喉咙舒服了许多。你怎么在这？声音还有些虚弱。他放下水杯，让我重新躺好，低声道：小桃说你烧得厉害，我不放心，就过来看看。我的契约里可没包括市集这一项。我鬼使神差地说道。他闻言身子一僵，垂下眼帘。是我逾矩了。他站起身，似乎打算离开。不知为何，我心里一慌，下意识地伸出手抓住了他的衣袖。他的布衣料子很粗糙却很干净。他停下脚步，回头看我，眼神里带着一丝疑惑。我被自己的举动惊到了，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什么，只好找了个借口。药太苦了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他转身从桌上拿来一小碟蜜饯，捏起一颗送到我唇边。吃一颗就不苦了。我张开嘴含住那颗蜜饯，甜腻的味道在口中化开，压下了药的苦涩。他的指尖不经意间触碰到了我的嘴唇，带着一丝凉意，让我心头猛地一跳。他也迅速收回了手，耳根泛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红色。屋子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微妙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想起了什么。你那天为什么会武功？他沉默了片刻，才低声道：小时候跟着一个走江湖的道士学过几招庄家把式，防身用的。这个解释合情合理，却无法打消我心里的疑虑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地问：张帆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他迎着我的目光，黑沉的眸子里像是有漩涡在转动。良久，他轻轻地笑了，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自嘲和苦涩。小姐，我就是一个贪图你家钱财，想吃软饭的穷书生，仅此而已。说完，他不再看我，转身快步离开了房间。病好之后，我和张帆之间的气氛变得更加古怪，他躲我躲得更厉害了。有时候在院子里远远看到我，都会提前绕路走，而我越是这样，心里的好奇就越重。我开始不动声色地搜集关于他的一切线索。他喜欢清淡的食物，不爱甜腻，每日都会花一个时辰练字，从不间断。他看的书很杂，经史子集、农桑地理，无所不包。他越是完美，我就越是觉得不对劲。这天我提前从账房回来，路过西厢，看到他的房门虚掩着，鬼使神差的，我屏住呼吸走了过去。房间里没有人，书桌上整齐地摆放着文房四宝，旁边还有一摞他抄写的书籍。我走过去拿起一本翻了翻，他的字写得极好，比钱青书那被夫子们夸赞的字更多了几分风骨。我的目光落在书桌的一个角落，那里放着一个小小的紫檀木盒子，雕工精致，看起来有些年头了。这盒子我似乎有些印象。对了，这是我当初连同那1000两银票一起给他的。我当时说银票可以放在里面，不易受潮，他居然还留着。一股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我，伸出手打开了那个盒子。盒子里没有别的东西，只有一沓整整齐齐的银票。我拿起来数了数，1张、2张、3张，不多不少，正好1000两。那个口口声声说自己贪财、想吃软饭的男人，居然把我给他的卖身钱原封不动地放在这里。我把银票放回去，却发现银票下面还压着一张折叠起来的纸。我慢慢地展开了那张纸，纸上只有2行字，是用和他抄书时截然不同的笔记写的，潦草却带着一股压抑不住的情感。轻为天上月，我为尘中爱，遥望已逝性，不敢烧燃纸。我的脑子嗡的一声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。金陵里谁不知道我的小名就叫月月？我的手抖得厉害，那张薄薄的纸此刻却重若千斤。我扶着桌子缓缓坐下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他根本不是为了钱才来入赘，一个荒唐又大胆的念头不受控制的从我心底冒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了脚步声，张帆回来了。他看到我坐在他房间里，手里还拿着那张纸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他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，那双总是平静无波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惊慌和无措，像一个被人当场抓住了所有秘密的孩子。我们谁都没有说话，空气仿佛凝固了。良久，他艰涩的开口，声音沙哑的厉害：小姐。我看着他苍白的脸，看着他眼底的慌乱，心里那股被欺骗的怒火不知为何却一点点地熄灭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涩。我举起手里的纸，声音也有些发颤：张帆，这又算什么？契约里的哪一条？张帆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他只是站在那里，像是被定住了身形，原本挺直的脊背此刻却微微佝偻，带着一种穷途末路的颓然。我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心里的酸涩越来越浓。说话！我命令道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才慢慢地走到我面前，然后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是我骗了你。他低着头，声音里充满了绝望。小姐，你罚我吧，把我赶出陈家，或者报官抓我都行。罚你？我冷笑一声，你总得让我知道你骗了我什么，我才好定你的罪吧。他沉默着，紧紧地抿着唇，不肯再多说一个字。他的固执激怒了我。好，你不说是吧？行。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赵叔，去查，把这个张帆的底细给我查个底朝天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来路。第二天，赵管家就把一沓厚厚的调查资料放在了我的桌上。我花了1个下午的时间，才把张帆的前半生看完。看完后，我坐在椅子上，久久没有动弹。张帆原籍京城人士，出身书香门第，虽不富裕，却也家学渊源。他天资聪颖，15岁中秀才，18岁中举人。
举人，是当年京城里赫赫有名的才子。3年前，他参加春闱，本是状元的热门人选，可他在电视上因直言弹劾当朝太师贪赃枉法，触怒了龙颜，更得罪了权倾朝野的太师。皇帝虽未降罪，却将他的卷子处落，从此他被列入黑名单，科举之路彻底断绝。没过多久，他的父母相继病逝，家道彻底中落。他为了给父亲治病，变卖了所有家产，还欠下了一笔债。为了生计，他辗转流落，做过苦力，当过账房，尝尽了世间冷暖。而调查资料的最后一页记录了一件小事：3年前的冬天，金陵大雪，一个衣衫褴褛的书生晕在了我家粥棚前。当时我正好路过，看他可怜，便亲手盛了一碗热粥给他，还多给了他2个馒头。那个书生就是张帆。资料的最后，赵管家附了一句话：小姐，据查，张公子自3年前流落至金陵，便一直住在城西的破庙里，靠替人抄书为生。若非此次招婿，恐怕……后面的话他没说，但我全明白了。我拿起那张写着清为天上月，我为陈中哀的纸，上面的字迹仿佛烙铁一般，烫得我指尖发疼。原来他不是想吃软饭，他只是想离那碗粥的主人近一点。他不是不敢碰我，他是不敢染指他心中的月亮。我闭上眼，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，闷得发慌。我想起他第一次见我时，那副平静无波的样子，婚堂上字字句句维护我的样子，还有他打走地痞后立刻变脸讨要奖金，以及照顾生病的我，眼底藏不住的担忧。我曾以为的演技和交易，在这一刻都有了全新的、令人心碎的解释。这个傻子天底下最大的傻子，我再也坐不住了，抓起那份资料，冲出了书房，直奔西厢。我一脚踹开西厢房的门时，张帆正跪在冰冷的地面上，背影萧瑟。他似乎已经跪了1天1夜。听到动静，他缓缓地转过头，看到是我，脸上露出一丝苦笑。小姐查清楚了。我把手里的资料狠狠摔在他面前，纸张散落一地。张帆，我气的声音都在发抖。你可真是好样的，堂堂京城才子，未来的状元郎，跑到我金陵来，装穷装贪财，装想吃软饭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，傻子吗？他看着地上的纸，没有辩解，只是低声道：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，强迫他抬起头看着我。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完了？你骗我，利用我，把我的同情心当成你接近我的跳板。张帆，你凭什么？他看着我，眼眶一点点地红了，那双总是平静或者带着乖顺的眸子，此刻蓄满了水汽，脆弱的像一碰就碎的琉璃。我没想过利用你。他声音嘶哑，我只是想看看你。3年前那碗粥，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念想。我知道我们云泥之别，我不敢有任何妄想，我只是想离你近一点，哪怕只是当个下人，当个护卫，直到你招婿。他自嘲地笑了笑。我鬼迷心窍，我觉得这是老天给我的唯一机会。我知道你讨厌虚伪的读书人，所以我就反其道而行之。我说我贪财，我说我想吃软饭，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，你才可能多看我一眼。我从没想过真的要你的钱，那1000两，我本来打算等契约到期就原封不动的还给你，然后我就离开金陵，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。他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，滴落在冰冷的地面上。我只是想在你身边待一段时间，就一段时间，这就够了。圆圆，他第一次叫了我的名字。我配不上你，你是天上的月亮，我只是地上的尘埃。我闭嘴，我听不下去了。猛地伸手捂住了他的嘴。我这20年活得清醒又理智，从不做亏本买卖，从不感情用事。可这一刻，看着眼前这个哭得像个孩子的男人，我所有的理智和清醒都土崩瓦解，心疼得无以复加。谁准你妄自菲薄的？我恶狠狠地瞪着他。谁说你是尘埃了？在我眼里，你比那个道貌岸然的钱青书强10000倍。张帆，你听好了。我捧着他的脸，让他看着我的眼睛。我陈圆圆最不怕的就是麻烦。你得罪了太师，断了科举的路，这是麻烦。你身无分文，还欠着债，这也是麻烦。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。但从今天起，你的麻烦我接了。他愣住了，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仿佛听不懂我的话。我俯下身，在他的唇上印下了一个带着咸咸泪水味道的吻，很轻却很坚定。张帆，我们的契约现在改一改。我离开他的唇，抵着他的额头轻声说，从今天起，你不是我的雇员，你是我的相公，真正的相公。他彻底呆住了，眼泪流得更凶，却不再是绝望，而是狂喜和不敢置信。良久，他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颤抖着问，为什么？我看着他那张梨花带雨的俊脸，忽然起了动弄的心思。我直起身，擦了擦眼泪，恢复了平日里商人的精明模样，挑了挑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花了1000两买你，总不能让你白吃白住吧。我学着他之前的样子，朝他伸出手勾了勾手指。从今往后是寝，价格面议。那晚之后，张帆搬进了主屋，我们的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依旧对我很好，但那种好不再是隔着一层玻璃的表演，而是带着温度的真实的关怀。他会骄纵地把我从账本前拉走，逼我按时吃饭，在我累的时候笨拙地给我捏肩捶背，而在夜里，他会把我紧紧地揽在怀里，仿佛我是什么失而复得的珍宝。而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全心全意爱着的感觉，那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，像是心里被什么东西填满了，暖洋洋的。一天晚上，他抱着我忽然低声说，圆圆，我想重新参加科举。我一愣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好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钱的事你不用担心，我供你；关系的事你也不用担心。那什么狗屁太师，在京城作威作福，手还伸不到金陵来，你安心读书，其他的交给我。他把头埋在我的颈窝，声音闷闷的。可是我如今是入赘之身，就算考中了，也会被人耻笑。耻笑我冷笑，谁敢？我的相公他们是嫉妒。再说了，等你考上状元，做了大官，谁还敢提什么入赘？
赘不入赘，他们只会巴结你，说陈家有眼光，提前投资了绩优股。他被我逗笑了，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你呀，总是这么不讲道理。我只讲实力。我捏了捏他的脸，你有这个实力，就该让所有人都看到，特别是那个钱青书，我要你把他狠狠地踩在脚下，让他知道自己当初有多眼瞎。从那天起，张帆便开始了闭关苦读。我给他请了金陵里最好的老师，搜罗了各种珍贵的孤本典籍，把家里最好的书房腾出来给他。我爹一开始还有些嘀咕，觉得这是白费功夫，但在听我讲了张帆的过往，又亲眼看了他写的文章后，态度180度大转弯，比我还上心，天天亲自炖补品给他送去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就到了相识的日子。考场外，我们又一次遇到了钱青书，他比之前憔悴了许多，见到我们，眼神里充满了嫉妒和怨毒。哟，这不是陈家的上门女婿吗？他阴阳怪气的开口，怎么吃软饭还不够，还想来考场上碰碰运气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我正要发作，张帆却拉住了我，他平静地看着钱青书，淡淡道：前举人说的是，我身份确实不高，但大相公立于天地间，求的是无愧于心。我读书是为了名利，为了实现抱负，而不是为了当成攀附权贵的敲门砖，更不是为了在失意时拿来当做攻击他人的武器。钱青书被他说得面红耳赤，张帆不再理他，转身对我温柔一笑，圆圆等我。说完他便大步走进了考场，背影挺拔如松。乡试放榜那天，整个金陵都轰动了，因为这次乡试的解元既不是什么名门之后，也不是哪位大儒的高徒，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名字张帆。更劲爆的是，这个张帆是金陵首富陈家的那个上门女婿。消息传开，我家门槛都快被他破了。那些曾经在背后议论我们的人，如今都换上了一副谄媚的嘴脸，提着重礼上门道贺，一口一个张解元，叫得比谁都亲热。我爹乐得合不拢嘴，在家里大摆了3天流水席，逢人就夸自己有眼光，早就看出我这个女婿是人中之龙。而张帆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荣耀，却依旧平静。他只是在拿到喜报的那一刻，穿过拥挤的人群，走到我面前，紧紧地抱住了我。他在我耳边低语：圆圆，我做到了。我回抱住他，眼眶有些湿润。你做到了。相比我家的热闹，钱青书那边则是愁云惨淡。他这次乡试名落孙山，据说他看到榜单后，当场就气得口吐鲜血，昏了过去。后来我听说他变卖了家产，灰溜溜地离开了金陵，不知所踪。乡试过后是春闱，我决定举家搬迁至京城，我的生意重心早已开始向京城转移，而张帆的未来也必然是在那个天子脚下。出发前，张帆拉着我的手，认真地对我说：圆圆，等我在京城站稳了脚跟，我会给你买一座大宅子，8抬大轿，风风光光的，再娶你一次。我看着他眼里的星光，笑着点头。好，我等着。京城的春天，繁花似锦，春闱放榜，张帆不负众望，高中2甲第17名，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。虽然没能像他年少时那般耀眼，直接进入3甲，但在得罪了太师的情况下，能有这个成绩已是奇迹。他没有食言，领到第1笔俸禄后，他没有给自己添置一件新衣，而是跑遍了京城的牙行，最后在城南的一条清静巷子里，用他所有的积蓄，加上我悄悄补贴的一部分，买下了一座小小的3进院子，房契上写的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。拿到房契的那天晚上，他像个邀功的孩子，在我面前晃来晃去。圆圆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家了。我接过房契，心里又暖又好笑。就这点俸禄够买这么大个院子？他脸一红，支支吾吾地道：我跟牙行老板说，我娘子是金陵首富，信誉卓著，先付个首付，剩下的分期。我没忍住笑出了声。这个男人不管到了什么时候，骨子里还是那个会耍小聪明的张帆。我拉着他走进新家的院子，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，正是花期，晚风一吹，满院清香。我们并肩站在树下，月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。我靠在他的肩上问：你还记得你写的那句诗吗？他身子一僵，有些不好意思。我抬起头看着天上的明月，又转过头看着他的眼睛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月亮的光是太阳给的，它自己并不会发光。我踮起脚尖，亲了亲他的唇。你自己就是光，以后换我来遥望你。他愣愣地看着我，随即眼底的光芒越来越亮，亮过了天上的月，亮过了满天星辰。他猛地将我打横抱起，大笑着在院子里转圈。圆圆，我的圆圆。桂花簌簌落下，像一场金色的雨。我搂着他的脖子，看着他俊朗的眉眼，笑得比天上的月亮还要灿烂。我曾以为我用1000两银子买下了一个坦诚的贪财小人，到头来才发现，我买下的是一颗蒙尘的明珠和一份足以照亮我余生的深情。